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困扰台湾人民30多年的怪现象。明明经济数据亮眼，出口成绩辉煌，可是多数劳工的薪水却像卡在时光胶囊里，一直停留在过去。更夸张的是，物价和房价却一路狂奔，上涨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。结果就是，我们用近乎开发中国家的低薪，却要面对媲美先进国家的高昂物价。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，却正是台湾广大上班族的真实写照。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帮台湾赚了钱，经济成长的果实却没落到自己腰包，反而换来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？其中藏着哪些结构性的问题和历史原因？今天就让我们把这个迷局抽丝剥茧，深入探讨。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大约30年前，那时候台湾经济正值起飞，大大小小的工厂热火朝天的生产，电子、纺织、塑胶、机械等产品源源不绝地出口海外。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，台湾形成了一种默契，压低成本，尤其是压低薪资，以换取价格上的优势。当年不少长辈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常说，台湾人勤劳又便宜，这就是我们的本钱。劳工们领着相对微薄的薪水，卖力工作，帮助厂商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。那个时代的人们心中或许相信，先拼出口，盼经济，把饼做大了，将来人人就能分到更大的蛋糕。于是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低薪换竞争力成了台湾经济运作的潜规则。劳工等于默默替国家和企业进行一种成本补贴，以自己的低薪成就了出口的高额利润。乍看之下，这个策略似乎奏效了，台湾的经济饼的确做大了。从1990年代一路到2020年代，台湾的 GDP 总量和人均所得节节攀升。20世纪末，我国人均 GDP 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，进入21世纪后又陆续冲破2万、3万美元，逼近已开发国家水平。近年来甚至有统计显示，台湾人均 GDP 在某些年份超越日本，直追南韩，出口额屡创新高，半导体、电子科技业赚进大把美元，国家外汇存底高居世界前茅。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更高达 6% 点多，在全球疫情肆虐下仍名列前茅。看起来我们的经济表现足以令人骄傲，台湾似乎站上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。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劳工薪资并没有随着经济同步成长，整体经济规模翻了好几番，但一般上班族的钱包却未见丰厚多少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台湾名目薪资这些年来虽然缓步上升，但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质薪资却长期原地踏步，几乎可以说是薪资冻涨。有人感叹，现在年轻人的薪资水准简直倒退回了20年前，一点也不。有资料指出，直到最近这几年，台湾劳工的平均实质薪资才刚勉强追上2003年时的水准，也就是说，将近20年来，薪水几乎没什么实质成长。再看看起薪的变化，更是让人苦笑不得。千禧年前后，大学生刚毕业的起薪大约落在2万多元，许多年过去，今日的新鲜人起薪依然在3万上下挣扎，有些职缺还是2字头开头。人们戏称这个现象为 22K 魔咒，意思是台湾年轻人的起薪好像被施了魔法，永远停留在2开头，难以突破。上一辈的老板常说年轻人怕吃苦，但事实上，这一代年轻人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努力往往换不来相应的报酬，这才是让人心寒的地方。回顾这30年，几次重大经济风暴都对台湾薪资结构留下了后遗症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，企业紧缩人事成本，许多上班族加薪梦想碎。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，裁员潮和无薪假更让劳工元气大伤。2012年前后的欧债危机，2020年的新冠疫情同样带来景气震荡。每一次经济下行时，企业都祭出冻薪、减薪来度过难关，但等寒冬过去，景气复苏时，却很少见到企业主主动恢复调薪幅度。劳工薪资水准就这样一节一节的被压低了基准，多年累积下来，薪资倒退就成了必然结果。换句话说，薪资长期停滞并非偶然，而是在一波波景气循环中被慢慢削弱的每经历一次危机，劳工的实质收入就退缩一步，却再也追不回去了。试想一个真实的缩影，32岁的小张
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，从大学毕业工作到现在将近10年，月薪45000元左右。表面看来薪水不算太低，但台北市动辄2-3万的房租让他不得不与朋友合租在一间狭小公寓。每天他搭乘拥挤的捷运上下班，常常加班到深夜，靠着公司楼下便利商店的饭团果腹，为的是省下一点餐费。即使这样节俭努力，每个月扣除房租、水电、交通、3餐，所剩无几。他想存钱买房，可光头期款就是天文数字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考虑先买台二手机车代步。小张和交往多年的女友迟迟不敢谈婚论嫁，因为一想到结婚要有房有车，将来还可能养小孩，两人都觉得压力沉重。更让他沮丧的是，公司去年业绩创新高，老板们分红丰厚，部门经理年底领了好几个月的奖金，而他的年终奖金只是象征性的多出几千元，调薪更是没有下文。他有时疲惫地坐在深夜的公车上，望着城市霓虹，心中自问，努力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像小张这样的年轻上班族，在台湾社会比比皆是。他们受过良好教育，肯努力吃苦，却发现自己的生活依然不稳定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，梦想与现实之间有道无形的墙。这正是台湾低薪高物价困境下年轻世代的普遍写照。薪水动涨的同时，另一边厢，物价与房价却从未停下上涨的脚步。在90年代，一碗阳春面可能只要20-30元，如今恐怕要100元左右才能吃得饱。同样一个便当，20年前或许50-60元，现在经常要100出头。官方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涨幅看似温和，但岁月累积下来，生活成本已经比10几20年前高出许多。尤其某些民生必需品的涨幅远远超过平均值。以鸡蛋为例，老一辈人回忆过去蛋价到底有多便宜。几十年前，一颗鸡蛋可能只要1-2块钱，后来涨到5块钱已经觉得贵。如今便利商店一颗茶叶蛋动辄10元，蛋价几乎翻了2到3倍。最近几年，因为气候和疫情因素常常闹蛋荒，价格更是一飞冲天。再看看海鲜价格，昔日菜市场买条无锅鱼50元，一盘小卷100多元就有交易，如今鱼市场随便一条像样的鱼都要几百元，虾子、螃蟹更是贵桑桑。许多家庭主妇深有体会，薪水没涨多少，菜价肉价却一年比一年高。今天走进市场，拿着1000元钞票可能买不了几样菜。长辈们常说，以前50块钱能买满满一大袋蔬菜，现在可能只够买一颗青菜。物价上涨的速度如同温水煮青蛙般的侵蚀着台湾人的购买力。除了米油盐等日常食品之外，还有一个特别离谱的例子不得不提，那就是鲜奶。台湾的鲜奶价格之高曾引发媒体广泛讨论。有调查指出，以每公升售价计算，台湾鲜奶价格一度排名全球第2贵，仅次于香港，甚至比许多欧美乳制品出口国还高。1公升牛奶要价将近新台币90到100元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在欧美超市，1公升牛奶可能折合台币40-50元而已。对比之下，台湾牛奶简直像奢侈品。为什么自己产的牛奶卖这么贵？专家指出，原因包括台湾气候炎热，饲养乳牛的成本高于温带国家，市场规模小，缺乏经济规模效应，以及通路垄断、层层加价等问题。结果就是辛苦养牛的酪农其实收入有限，大部分利润被中间的乳品公司和通路商拿走，消费者只能用高价买单。一瓶鲜奶动辄80-90元的售价刺痛着人们的神经。有人苦笑说，在台湾连喝杯牛奶都要付出世界级的代价。这并非夸张，因为薪水相对低，物价相对高，我们的钱实在越来越不经用了。如果说食品杂货的涨价已经让人压力山大，那么房价的飙涨更是让许多年轻世代几乎绝望。30年前，在台北、新北这样的都会区，一户普通公寓的价格也许只是几百万元上下。当时一般上班族的月薪有3-4万元，靠着省吃俭用存几年钱，再贷款个几百万元，其实有机会买房安家。然而30年后的今天，房价早已扶摇直上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以新北市的新庄区为例，有位在公司服务30年的老员工感叹，
当年他刚进公司时，月薪将近4万元，那时新装一间3房公寓约200多万元。如今他的公司新进员工起薪还是差不多4万出头，但同样地段类似的房子却标价接近2000万元，薪水几乎原地不动，房价竟暴涨10倍。像这样的故事在台湾各地不胜枚举，对许多年轻人而言，买房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。许多30多岁的上班族仍和父母挤在同一屋檐下，并非恋家，而是现实使然。以他们的收入根本无法负担房贷或房租，只能选择当巨婴继续啃老。即便如此，心中对家的渴望依然存在，毕竟谁不想拥有自己的小窝。可是当房价动辄上千万时，光是头期款就可能需要数百万元，靠工薪阶级的力量实在难以负担。就算有幸购屋上车，未来20-30年也得勒紧裤带还贷款，一步踏错就可能沦为所谓的房奴、房贷奴隶。更残酷的是，房价上涨往往远比存钱速度快，很多年轻人好不容易存到一些钱，却发现房价又涨了，永远追不上。根据统计，目前台湾全国房价所得比，房屋价格除以家庭年可支配所得，达到双位数的历史高点，购屋痛苦指数刷新纪录。6都当中又以台北市最为夸张，房价所得比超过16倍，意味着一般家庭不吃不喝，工作16年以上才买得起一间房。若以人均 GDP 高于2万美元的已开发经济体来比较，有研究指出，台湾的房价所得比高居全球第2，仅次于香港，甚至超过南韩、新加坡等房价高昂的国家。高房价、低薪资的组合让国际媒体都感到惊讶。经济成长看似强劲的台湾，年轻世代竟然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。这种天差地远的改变也引发了世代间的矛盾和无奈。许多长辈不理解年轻人的困境，常说我们那时候月薪几千元也存钱买了房，你们怎么不行？但长辈们未必意识到，他们当年房价收入比也许不到5倍，甚至更低，一份薪水可以养活一家人。而现在房价收入比10几倍，就算夫妻2人都有不错的工作，也难以企及父母辈单薪家庭的生活水平。上一代勤俭存钱10年买房的故事，如今成了年轻人眼中几乎不可能复制的传奇。这巨大的落差令不少年轻人感到被时代戏弄，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。到底是哪些原因造成了这种畸形的现象？让我们继续剖析。首先，长期以来的产业结构和企业分配方式，使得资方获利未能有效反映在劳方收入上。一方面，台湾的企业文化倾向保守，强调成本控制，许多老板宁愿把盈余投入扩张设备或购买土地，也不愿提高员工薪资，因为他们认为人事成本涨了就降不回来，是永久的负担。另一方面，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，政府虽然制定劳动基准法作为保障，但实际执行却常常流于形式，企业只要做到不违法的最低标准即可，劳基法变成了某种天花板而非地板。长期超时加班却拿不到加班费，年终奖金用几罐奶粉就打发，升迁管道不透明等情况在不少行业都存在。当企业利润提高时，优先获益的是资方和股东。公司高层领着数百万元的年终奖金，股东分红盆满钵满，但基层员工的薪水也许一毛不动，年终奖金顶多多个几千块。相反地，当景气不佳时，首先被要求牺牲的又是劳工动薪、减班休假，甚至裁员。更有甚者，近年来一些企业干脆效法日本派遣制模式，不给员工长期稳定合约，只聘约聘人员或派遣劳工，以降低人事成本和资遣责任。许多辛苦打盼的大龄劳工，临到中年却发现公司随时可能以各种理由资遣自己，新进的人力则用约聘或外包补充。劳工对企业的忠诚换不来保障，工作20年、30年，最后可能连遣散费都拿不到，退休更只能指望入不敷出的劳保年金。当劳工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和保障，他们又怎能期待提高生产力，替公司卖命？长此以往，劳资之间形成恶性循环。企业主认为台湾劳工够便宜就好，反正有人愿意低薪做事，劳工则心灰意冷，觉得自己只是任人驱使的社畜，做多做少一样钱，缺乏积极进取的诱因，
再者，货币与金融政策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而耐人寻味的角色。台湾中央银行长期奉行相对稳定且偏低的利率政策，加上对汇率的调控，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。先谈利率，低利率环境使得借贷成本低廉，乍看之下有利于企业投资和民众购屋。然而副作用是，钱存在银行几乎没利息，许多人反而把资金投入股市和房市，寻求更高报酬，助长了资产炒作之风。房地产投资报酬远胜上班领薪水，于是社会资金大量涌向不动产，房价因此一涨再涨。有钱人买进多户房产坐等增值，刚需族却被迫承担越来越高的购屋门槛。再看汇率，央行过去常在新台币升值过快时出手调节，避免币值太强伤害出口竞争力，这确实保障了出口商的利益，却也意味着台币汇率被压在相对低位。台湾老百姓手中的钱在国际上购买力打折，等于默默吃下币值低估的苦果。想象一下，当新台币对美元升到1:28时，理论上进口原物料价格应该下降，国人可以更便宜地买到国外商品。可事实上，台币升值时常常是出口产业大喊汇损严重的时候，公司为了弥补损失不敢加薪，甚至可能缩减福利。反过来，当台币贬值时，进口的石油、黄豆、玉米价格都上扬，厂商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，物价跟着涨，劳工的实质所得再度缩水，于是就出现一种荒唐的局面：台币升值也苦，台币贬值也苦。无论汇率怎么走，拿固定薪水的上班族永远是弱势的一方，升值时没有享受到国际红利，贬值时倒先承担了通膨压力。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台湾偏重稳定汇率，以利出口，事实上等于牺牲了劳工的部分利益来成全产业竞争力。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贫富差距的扩大，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均，经济成长的果实集中落在少数人手中，使得社会阶层的鸿沟越拉越大。最新的家庭财富调查显示，台湾最富有的1/5最富裕家庭平均财产高达新台币5000多万元，而最贫穷的1/5最穷家庭平均财产不到100万元，两者差距达60多倍。这个数字对比30年前，贫富差距扩大了数倍之多。据统计，约在30年前差距为10几倍，也就是说，有钱人这30年来财富翻了几番，穷人却几乎停滞不前，甚至更穷。主计单位也公布，现今有近70%台湾劳工年收入低于平均数，意味着平均薪资被少数高薪阶层大大拉高，大多数人其实领着低于平均的薪水。人均 GDP 3万美元看起来风光，但人均二字掩盖了极大的不均，顶端的人拿走了大部分利润，而底层的人只能分得一点残羹剩饭。当社会上有资产的人不断透过房地产、股票等获利滚球，财富加速度累积，而没有资产的上班族却只能靠死工活薪水过日子，其结果必然是贫富差距愈发悬殊。长期如此，出现所谓 M 型社会，指的是中产阶级逐渐消失，剩下一小撮富人和广大相对困窘的大众。这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会造成社会问题。当多数年轻人感觉向上流动的机会被封死，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有钱人的起跑点，挫折感与不满情绪就在酝酿。有人开始觉得自己成了时代的牺牲品，付出再多也看不到未来，干脆选择躺平，不买房，不结婚，不生子，得过且过地过日子。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，其实正是社会病态的一种写照。当努力与收获不成正比，很多人就失去了奋斗的动力，社会开始出现一连串连锁反应。最明显的就是出生率的直线下降。近10年来，台湾的生育率几乎年年创新低，已跌至全球末段班，每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数不到1人。背后原因当然很多，但经济压力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。想象一对新婚小夫妻，两人每月薪水加起来可能不到6、7万元，扣掉房租房贷，日常开销所剩无几，哪还有余力养育孩子？孩子不是生下来就完事，从出生开始，奶粉、尿布钱是一笔，成长过程中的教育费用又是一笔，万一再来个才艺班、补习班，开销更是雪上加霜。如果要让孩子未来上大学不愁学费，
还得提前多年存钱预备。对很多年轻父母而言，抚养孩子彷佛一个无底洞般的支出项目，他们计算着经济账，然后毅然决定缩减家庭规模，甚至干脆不生。曾有调查询问年轻世代为何不敢生小孩，排在前几名的答案总离不开养不起、没有自己的房子空间不够、担心孩子未来教育负担等等，归根究底就是一个钱字。于是不婚不生庞佛渐渐成为一种潮流，少子化的冲击已经浮现，小学新生人数年年下降，大学招不到学生各种退场，人口老化问题也在加剧，劳动力逐渐萎缩。这些现象背后其实都有一条隐形的经济线索串联着，低薪、高房价压垮的不只是个人生活，还动摇着国家的未来。除了不生小孩，有能力的年轻人干脆选择离开，人才外流已成为台湾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当国内薪资长期偏低，不少年轻人把眼光投向海外寻找机会，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，在新加坡的金融机构，在东京的研究所，都可以见到优秀台湾年轻人的身影。他们不是不爱家乡，而是留在家乡发展往往感到憋屈，明明才华洋溢，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。与其在台湾苦熬，不如去国际舞台上一搏。一些人利用打工度假计划去了澳洲、加拿大等等地，赚钱兼增广见闻。有人在国外做的是餐馆服务生、农场工人等基层劳动，但即便如此，因为当地薪资高、汇率强，他们一年下来存到的钱可能顶得上在台湾苦干好几年。更不用提电子、资讯等专业人才，只要跳到外商公司或国外企业，薪水往往是台湾的2倍、3倍起跳。这些活生生的比较，怎能不让台湾的年轻劳工心动？这也难怪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台湾人选择到国外发展或长期定居。台湾流失的不仅是人力，更是整个世代对未来的信心。现在许多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也面临招工困难的问题，年轻劳工不愿以低薪从事高强度的基层工作，宁可投入门槛较低的服务业，或干脆离乡另谋高就。长此以往，产业如果无法升级转型，只靠低廉劳力优势，终将走不下去。而当本地就业机会减少，又会进一步促使人才外流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在困境中，年轻世代也试图自救，有人发展斜杠人生，利用下班时间经营副业、小本生意，或者成为自由接案者，希望多赚一点收入，跳脱死薪水的枷锁。也有人干脆转行，考取公职，追求稳定但较中等的收入，至少不会被资方剥削。还有一些年轻人降低对物质生活的期待，提倡极简生活，不买房不买车，以减少开支来适应低薪现实。种种自救之道折射出的是这一代年轻人的聪明与无奈。他们一方面努力寻找新的出路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接受体制不公带来的限制。面对低薪高物价的困境，许多人开始质问，我们的制度出了什么问题？过去我们以为只要经济指标漂亮，人民生活自然会改善，但现在才发现，如果分配机制出了差错，经济成长数字再好看，底层民众仍然感受不到幸福。的确，台湾长久以来过度专注于追求 GDP 成长，而忽视了经济成果如何分配。如今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，政府近年来也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开始采取一些行动，例如逐年调升基本工资，推动公司盈余分享，严议提高劳工薪资扣除额减税，并祭出各种打炒房措施等，希望降低民众生活负担。然而，基本工资即使连续调涨，幅度仍然有限。目前法定月薪最低标准已调升至约26400元，依然不到3万元。而邻近的南韩早已将最低月薪提高到约新台币4万以上，可见我们的起步点就落后许多。更何况通膨带来的物价涨幅早已抵消掉小幅加薪的效果。至于租屋补贴、育儿补助这类政策，也许能在短期内减轻部分年轻人的压力，但杯水车薪，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局面。房市方面，政府历经多次努力，仍未真正让房价回跌，只是在某些时期压抑了过热的涨势。由于市场上资金充裕，投资客众多，房价只涨不跌的迷思依然顽强，刚需族只能望屋兴叹。至于鼓励企业加薪，
利润共享，这更需要企业主的观念转变和自发配合，不是短期内能强制做到的。或许我们该重新思考台湾经济模式的转型。长期以来，台湾引以为傲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，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。然而，出口导向的同时，内需和民生福祉却被相对忽略了。经济发展最终目的是提高国民生活品质，如果大多数人民并未分享到成长果实，那这样的发展模式显然出了问题。经济学者指出，一个健全的经济体，劳动报酬在所得分配中应有合理比重，企业要永续经营，也需让劳工分享成果，如此劳工才有动力提高生产力，形成良性循环。反观台湾，过去几十年，劳工薪资占 GDP 的比重偏低，资方的利润占比较高，这其实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。因为如果资金都集中在富裕族群，他们的消费倾向有限，反而会导致内需不足，市场活力下降。提高薪资水准，让更多民众有钱消费，才能带动经济进一步成长，也让企业有更多本土市场可以发挥。从某种角度看，改善低薪问题不只是社会正义考量，也是为经济找出路的必要之举。当然，任何改革都没有一蹴可及的妙方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调整薪资、税制、房市等都需要缜密规划和配套措施，也难免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。但是不改不行的是，如果任由低薪高物价的现况恶化下去，最终买单的是整个台湾的未来竞争力和社会安定。可以想见，当年轻世代对未来失望透顶，整个国家的创造力和生机都会受损。事实上，我们的邻居韩国、新加坡等国早年也曾面临类似困境，所幸他们及时进行产业升级和收入分配改革。例如南韩这些年大力提升最低薪资，鼓励财阀企业提高员工待遇，使得国民平均薪资明显成长。新加坡则透过政府补贴与严格管控房价等手段，让年轻人的生活负担相对减轻。我们不妨参考他国经验，加速弥补过去的不足。若台湾继续因循苟且，停留在以低廉薪资换取竞争力的旧思维中，只会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被甩在后头。台湾过去几十年走过风风雨雨，从劳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时代跃升为高科技产业重镇。我们曾创造经济奇迹，如今也有能力改写低薪宿命。只要全社会正视问题，同心协力，势必能让劳工待遇逐步提升。因为这不仅关系每个家庭的未来，更攸关国家长远的繁荣与稳定。故事说到这里，我们不禁要问，未来还有转机吗？台湾广大的劳工族群是否能在不久的将来迎来苦尽甘来的转折？其实，社会各界的觉醒正在发生，媒体频频揭露低薪世代的困境，网络论坛上关于低薪、高房价的帖子动辄上万则讨论，年轻世代无所顾忌地倾诉不满。YouTube 等影音平台上相关分析影片点阅率屡创新高，可见大众共鸣之强烈。甚至在选举场合，竞选者们也不得不将提高薪资、降低房价作为政见重点。当低薪、高房价成为全民关注的痛点，改革的契机就在酝酿。或许我们期待政府拿出更大魄力，例如加速推动经济结构转型，建立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，对资本利得和高资产者加税，以资源再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。同时，期待企业界能有新的认知，员工不是成本，而是资产，适度分享利润给员工，反而能提高生产效率，创造双赢。当老板们开始愿意让利，劳工也能提升士气，更卖力工作，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才能形成正向循环。然而，在真正的转变来临之前，我们每个人仍然要面临当下的挑战。对许多台湾人来说，现在的日子就像在玩一场高难度的生存游戏，每天辛勤工作却存不到钱，买房成了永远无法解锁的关卡，养家活口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我们这一代人奉献了青春和汗水，理应共享经济成长的成果，却发现自己彷佛被困在低薪高物价的魔咒里，动弹不得，不禁让人质疑这场游戏的规则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对劳动者不公平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未来的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思考，
台湾真要继续让人民用开发中国家的薪水去对抗先进国家的物价吗？这条路显然走不通，也走不久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我们就必须一起思考并付诸行动，来打破这个困局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经济奇迹从来不是白白降临的，它需要正确的政策和全民的努力。过去30多年，我们的劳工以低薪成就了出口奇迹。未来30年，我们需要一场新的奇迹，让经济发展与国民生活同步提升的奇迹。希望有那么一天，台湾的年轻人不再需要离乡背井去寻找公平的报酬。希望有那么一天，买房、生子这些人生大事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希望有那么一天，我们谈起台湾，不仅可以为 GDP 数字感到自豪，更能骄傲地说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只要努力工作，就能过上有尊严而富足的生活。这一天会到来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共同为此努力。